我老公叫萧玉然，是医院的科室出身。本该救死扶伤的他，却为了给贫血的白月光输血，把刚流产不久的我推上手术台。医生，我的孩子能保住？萧玉然在哪里？没事的，萧哥哥，我是不是要死掉？不会的，瑶瑶，你放心好了，只要有我在，你不会出事的啊。肖主任，你老婆流产，急性失血，再不输血，马上就要休克了。萧哥哥，可是我也需要输血啊！好，这到底怎么回事？血库的血怎么还没到？血到了，但是……哎，行，你现在马上去血库，把全部的血全部调给陆瑶。没事。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啊！没有血浆，谢丽会死的。她可是你老婆啊！我才是主治医生，我不能因为谢丽是我老婆，我就不顾我患者的死活。而且她自己也是医护人员，我相信她也会跟我做出一样的选择。快去吧，快去吧！没事的啊！手术快点！快！肖主任把所有血浆交给陆小姐，快去抢救！别走！我嫁给你5年，即便有了孩子，你自是心里也只有陆瑶。萧玉然，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离开你。不要！今年是海市恢复高考的第1年，第一批特招批次的通知书已经陆续发出。特招批次的通知书，这是3天前我重审了。上一世的3天后我会流产而死，但是现在我的孩子还在。老婆，你终于醒了，这样我们休息一下，该给瑶瑶输血了啊。上一世，萧玉然骗我说陆瑶是他表妹患有贫血症，因为我和陆瑶血型一样，萧玉然就怀着孕的我给他输血，可实际上……老天有眼，让我重活一世。我一定要先一步拿到大学特招名额，永远离开萧玉然。老婆，别愣着了，走吧，还等着输血呢啊！我不去给陆瑶献血。老婆，瑶瑶现在得了败血症，正在等着你的血救命，你这突然变卦了是什么意思呀？上一世，我因为觉醒生命纯果，你把救命的血浆给了陆瑶，想抽干我的血救你的白月光。我身体也不好，我不去献血。哎，老婆，我知道，自从瑶瑶来了之后，是我疏忽了你，但是她是我表妹，之前还救过我的命，你就当帮帮我，这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啊？我说了，我告诉过你，她是我的表妹，她救过我的命，你要我说多少次啊？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我不
仇。不要！不要！还是这样，萧玉然，结婚5年，你逼我给陆瑶献血5年，陆瑶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吗？老婆，你这刚抽完血，太辛苦了。那个下午的特招通知书，我就替你请了啊。上一世我本可以凭借我的科研成果，成为高考复考后第一批特招的大学生，结果萧玉然帮我去领通知书，录取通知书出来了。玉然，你这是干什么？我把你的名额给瑶瑶了。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通知书给他？老婆，你听我说，瑶瑶她是我的表妹，她救过我的命，就当帮帮我。明年再考一次吧。他摧毁了我的梦想，把我的特招名额送给陆瑶。这一世，我要抢在萧玉然之前夺回属于我的人生。你好，我来领取我的特招通知书，我叫谢离。没有，没有，是清北的，您再找找看呢。啊，清北大学啊，今年只寄了1份特招通知书，已经被一个叫萧玉然的领走了。他好像是替别人代领的，名字叫陆瑶。陆瑶？难道我重活一世，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吗？啊，你看一下领取记录。好，谢谢你。洛阳，喝口水吧。谢谢玉然哥。不客气。我的录取通知书呢？你怎么来了？你凭什么把我的特招录取通知书给陆瑶？瑶瑶说她想上大学，你知道的，她身边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亲，她这是没办法，你就当是帮我。玉然哥，要不然我还是不上了吧？这怎么能行呢？瑶瑶，你就安心上学，她要是她想考，来年自己考就是了啊。嫂子，你不生气吧？我才是你的妻子，嫂子你别生气，都是我的错。瑶瑶，你有意思吗？谢礼，不就是一个特招通知书给了瑶瑶，怎么了？你看你把她吓的，现在马上过来给她道歉。我道歉？那不然撒泼耍赖引起患者不适，难道你不应该给她道歉吗？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惹你跟嫂子生气。瑶瑶，这跟你没关系，而且我说了你很多次了，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善良了。哼，我今天再跟你说最后一次，从今往后，
你要是再敢对瑶瑶半点不敬，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知道了，以后不会了。我知道了，以后不会了。等一下，那个通知书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但是瑶瑶确实很想上大学，她这也是没办法了。要不这样吧，等她出院了，我多抽点时间来陪陪你，好不好？不用了。你玉然哥，啊，没事没事，你好好休息啊。小林，你为了萧雨然连爸妈都不要了是吗？你要是和他结婚，以后就当没我这个爸。爸，玉然说过他会一辈子对我好的，我相信他。你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空气里弥漫着心痛，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时空中喂，两位，你总算肯给爸爸打电话了。我要离婚。萧雨然不是个好东西。嫂子，麻烦让让，我也要打电话。啊，嫂子别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要干什么？嫂子，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求求你别跟玉然哥吵架，你只要不让玉然哥为难，你爱我干什么都行。哎，瑶瑶，玉然哥，嫂子没有推我，是我自己倒下的，你别怪他。谢离，你到底想干什么你？都是我的错，都怪我当初为了救你伤了身子，害得你现在处处为我担心。嫂子吃醋看不惯我是应该的，我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瑶瑶，你千万不要乱来，不要乱来。你别管我。谢离，我命令你马上过来给瑶瑶道歉。谢，我的孩子。谢离，谢离，你怎么了？瑶瑶，你怎么这么傻？你皮肤这么嫩，这样会留疤的，赶快带你去手术室。走。谢离，瑶瑶皮肤嫩，我赶快给她做手术，一会儿其他医生来管你啊。你怎么样？孕妇大出血，快救人！李姐，你醒了。我的孩子呢？谢丽姐，孩子没保住。肖主任也太过分了，李姐你都这样了，他还守着那个路遥。那你好好休息。爸，我知道你在第一医院，我现在就去接你啊！老婆，对不起啊，不过你放心，这孩子以后咱们还会再有的，你也别太难过了。再说那瑶瑶，她也不是故意的。老婆，瑶瑶贫血的原因我已经找到了，后天我会给她做个手术，这到时候希望你也能一起上手术台，再给她输一次血。我刚流产。
老婆，你要相信我，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发誓，你再给他输一次血，从此以后我跟他就两清了，我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这以后呢，我会在你身边全心全意的只照顾你一个人。就算我求你了，那你准备一下。瑶瑶，我可想死你了。你什么时候离开萧玉然？萧玉然，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白月光。你急什么呀？我都给你领过证了，你还不相信我？萧玉然啊，现在跟他舔狗一样对我言听计从，他竟然真的把谢离特招名额给我了。还是我老婆聪明。讨厌！哎呀，讨厌！谢丽姐，你电话。瑶儿，我已经到医院楼下了，离婚证我也给你开好了。好。老婆，这衣服怎么还没换？手术室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老婆，我知道这次委屈你了。这样吧，等手术结束之后呢，我就立刻休假，陪你出去好好逛逛，怎么样？好。好，老婆，谢谢你，你真好。你先去3号病房等我吧。不知道你看到你的白月光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会是什么心情？行，那我先过去，衣服记得换了啊。萧玉然，从一开始我们的婚姻，就是你为了让我给陆瑶献血设置的骗局，就让我也骗你一次。谢丽姐，这是陆瑶老公每晚的探视记录。好，你一会儿去3号病房把这个也交给他。好的，那我先走了。还是我老婆厉害，赶走了谢离。等你把萧玉然的家产彻底拿到手里后，就跟我回家。放心吧，那个萧玉然啊，就是个舔狗，你才是我亲老公。我不跟你回家，我跟谁回家呀？轻点儿。陆瑶，肖主任，你先看看这个探视记录。原来每天晚上那个男人都会来。肖主任，您刚请的省里专家说了，陆瑶的贫血症根本就不严重，他一直让谢离姐给他输血，完全是为了欺负谢离姐。这个陆瑶，好得很。谢离呢？他人在哪儿？他已经走了。走了？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谢离，你不能丢下我一个。走，上车吧。再见了，萧玉然。终于下定决心放弃，终究躲不过的结局。我只能走。谢离，谢离，谢离！阿离，停车！好久不见。小彻跟你一起长大，听说你离婚啊，说什么也要一起过来。阿离，你好吗？爸爸，我想重新回去上学。
小车是清北最年轻的教授，你回去啊，他肯定高兴。如果当年你没有和萧玉然结婚，你现在肯定是清北医学系最年轻、最出色的教授。回清北的事儿，肯定没有问题。谢丽同学，你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医学系学员，为了一个萧玉然放弃学业，值得吗？校长，我已经决定了，萧玉然，我要重新找回我的人生，希望你也好好生活。阿离，你和萧玉然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离开他之后，你一定可以成为最想成为的人。你明天可以陪我去趟学校吗？明天是开学日，你是怕碰见萧玉然和陆瑶？我和他已经没关系了。喂，帮我呼了。我知道，但是我呼了他很多次，还是没复接。你这样让他迅速给我回电。玉然哥，你还来这儿干嘛？嫂子不会这么小心眼的。你把你嘴给我闭上！陆瑶，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谢离现在孩子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知道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吗？不然呢？你还不明白吗？如果没有谢离，跟你结婚的应该是我，我才是你最爱的人。可是你现在娶了她，你让我怎么办？我不知道嫂子跟你说了什么，但是我跟苏哲早就离婚了。不信你看。好了，陆瑶，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现在只想找回谢离。那你明天陪我去大学，就当帮我最后一次好不好？好不好嘛？这是最后一次了。哎呀，大半夜的，你干什么呢？妈，是不是谢离又吃陆瑶的醋？早就说过，谢离这个女人，她就是小心眼儿，她哪儿比得上陆瑶？妈，这怎么能比呢？我早就说过，人都说啊，出嫁从夫，她就是仗着她是什么啊，重点高中的高材生，还敢主动给你提出离婚，这种女人不要也罢。妈，这事儿怪我，是我一不小心让谢离没了孩子，让她伤心了。什么？孩子又掉了？哎，妈，你能不能……你还在替她说话？我就是买个母鸡，她也会下蛋，她连个孩子都保不住。你说啊，你要她有什么用？行，妈，你也别说了，明天我带着陆瑶去大学报到，晚上就不回来吃饭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哎，玉然。不仅完美验证了国外专家的结果，还把实验成功率提高了整整15%。谢离同学，离开学校5年，你还是这么优秀，还是多亏了校长的教导。好，你提报的这2个项目领先世界水平，今天就可以开始着手了。欢迎回来。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清北的谢教授了。这下安心了，谢教授。没有想到我离开学校5年，学校还肯用我，我很开心。太好了，报完到了，终于有大学上了，终于是人上人了。等你入学之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走。谢离，谢离，我呼了你那么多次寻婚，你为什么不回我？我们已经离婚了，请你自重。离婚？我同意了吗？你招呼都不打一声，作为丈夫，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嫂子，你走这段时间，玉然哥一直在等你。我再说一遍，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也请你不要再叫我嫂子了。我们去吃饭吧。好。谢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在这站着呢，你当着我的面跟别的男人走，你当我是什么死人吗你？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我们走吧。谢离，我在跟你说话呢。嫂子，你就算再怎么跟玉然哥吵架，也不应该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啊。我和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谢离，你把那个手给我放下来啊！是，我知道你生气，我把你的名额给了陆遥，但是你现在没有名额，不照样来上学了吗？阿离有没有名额都能上，是因为他努力。至于你身边这个，你是陆遥是吧？学校要告诉你，你原来的名额是谢教授的，所以你现在入学资格被取消了。谢教授，你是不是搞错了？你们好好看看，这上面可是有学校的公章。谢丽学姐，这个是你的聘请书，从明天早上开始，你就可以来学校上课了。谢谢。谢离，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当年我可是校长最在乎的学生，你是不是靠刷我的脸面，才让校长把你提拔成教授的？嫂子，你也太过分了！你怎么能够不经过玉然哥的同意，就干出来这样的事情呢？你是不是因为吃醋，所以才不让陆遥上学的？我吃他的醋。谢离，行，我不管那么多，你马上安排陆遥上学，然后跟我回家。最多，我答应你再跟你要个孩子。你真不要脸！我让你走。萧玉然是吧？你谁啊你啊？我跟我老婆说话关你屁事儿！之前阿离肯委屈自己是因为他爱你，但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请你自觉点，从他世界消失。谢离，你就是这样啊？为了气我，随便找个男人是吧？阿正，我们走。玉然哥，你没事吧？我没事儿。这嫂子也太过分了，就算对你怀恨在心，也不应该不经过你的同意去拿走你送给我的入学名额，而且还当着你的面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他一向都是这样，一向都会使用欲擒故纵。你放心好了，李教授那边有个新项目，到时候我推荐你，你一样能上学。玉然哥，谢谢你。校长，这是您让我翻译的论文。这一次项目能准时完成，你真是帮了大忙了，谢教授。都是校长您的栽培。玉然哥，你好不容易攒了一辆自行车，真的要送给李校长吗？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吧？咱们求人办事儿，总不能空手来吧？走吧。这次学校的心脏搭桥技术项目组还有一个名额，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最近有时间吗？心脏搭桥项目，这是国际医学界最先进的技术，如果能够加入的话，是我的荣幸。好啊，七巧板总算是齐全了。把这个交到教务处吧。怎么又是他？玉然哥，
嫂子肯定也是来找校长要项目名额的。走。你去李校长办公室干什么？上来！你是不是知道李校长手里的项目还有最后一个名，所以又想来跟陆瑶抢？谢林，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他跟你说的。玉然哥，你快帮我跟嫂子解释一下。我在问你话呢，谢离。你是我什么人？你问我就得答。我是你丈夫。前夫。我再说一次，我不同意离婚。是，之前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但我们抛开事实不谈，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如果不是你一直争风吃醋针对瑶瑶，我们之间会变成这样吗？你说够了没有？嫂子，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只有加入才能够留下上大学。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够了，谢离，你现在已经是教授了，你这么欺负瑶瑶，你真的不觉得自己真的很过分吗？你去告我，去校长那告我。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站住！你摆出这副样子，不就是吃瑶瑶的醋吗？只要你现在大声说出来，我吃醋了，我可以不计前嫌的马上回到你的身边。这是项目名单吧？还给我！还说自己不是吃醋了？你努力的做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在我面前表演出你比陆瑶强得多吗？你的话我一句都不想再听。现在拿着这支笔，把你的名字换成陆瑶，我可以既往不咎。我是医院的主任，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我可以养你的。即使我们已经离婚了，你还要我冒着严重违纪的风险去帮你的青梅？你现在是教授，改个名字对你来说不就是动动手指头吗？嫂子要是为难就算了吧，或许我真的跟大学无缘吧。你看，他自己都说了。哎，瑶瑶，你不用替他着想，这个教授他可以不用当，他有我就够了。签字。休想！给我站住！你们在干什么？校长。李校长。萧玉然同学，当年你可是我们学校医学系的高材生啊！我记得毕业时的推荐信还是我给你写的。玉然这么多年一直不敢忘记校长您的提携，所以今天特地登门感谢。是啊，校长，这是玉然哥专门送给您的自行车。李校长，我听闻您的心脏搭桥项目还差最后一个组，这是我表妹，她临床经验丰富，个人能力也不错。李校长你好，我是陆瑶。谢教授没告诉过你们吗？哦，校长，我个人觉得呢，谢离的个人能力远远不如我表妹，我的建议是，不如直接把她换掉。胡闹！心脏搭桥项目本身就是我为谢教授专门组织的，你让我把他换掉？谢离，你赶紧告诉李校长，是不是陆瑶比你强得多？我对你的能力和为人信得过，如果你觉得陆瑶没问题，我可以批准项目组再追加一个人。嫂子，你快说呀！谢离，你一定要好好想，慎重的说呀。我不认为陆瑶具有参加团队的资格。玉然哥，既然谢教授认为陆瑶不具备参加项目的资格，那你们就回去吧。我找谢教授还有个事，先走一步。那个校长，李校长那个。啊，对了，我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自行车退回去吧。不是校长，那我买都买了，我这你跺什么脚啊？走吧，工资都没了。说让你买个好的吧。这是给陆瑶送的。妈，您能不能别提了？嗨，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说妈呢？我跟你说啊，我已经约了陆瑶他妈见面，打算呢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妈，陆瑶她已经结过婚了。我知道，陆瑶啊早就跟那个男的离了。陆瑶跟我说的。
阿离，咱们好好谈谈吧，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没有看见吗？我在忙。我知道，你一直因为瑶瑶的事情生我的气，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我的错，我忽略你的感受，我承认。晚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已经很低声下气的给你道歉，你还想怎么样？我从没有要求过你跟我道歉。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陆瑶，我可以不让他来清北，我也可以跟他断了联系，只要你能答应我，咱们回到以前就好了。萧玉然，你还不明白吗？即使没有陆瑶，我们还是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这5年，你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不是吗？难道你就忘了，咱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说过什么了吗？阿离，感谢你在我一无所有的年纪选择了我。你放心，我会证明你选择不是错的。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坚定的选择你。见证牵手2年，这城市散落着太多纪念，总是在我们之间兜圈。阿离，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我求求你了，咱们2个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就在你跟我定情的那个地方。明天晚上我有空。好，我等你。阿离，老师，我先走了。老师再见。老师再见。说吧，找我有什么事？阿离，我已经跟陆瑶断绝关系了，我们能回到以前吗？我已经有新的生活了，萧玉然，你也应该往前看。你还记得这个吗？谢丽，嫁给我好吗？这是国营店最贵的钻戒，其实没有必要的。你知道，我嫁给你不是为了这些。做我的老婆，当然要给她最好的了。老婆，这样，陆瑶现在正在住院，身体比较虚弱，你把这个先给我好不好？你是不是疯了？姐姐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你把这个先给我，必须要把它给退掉，完了之后我重新给你买一个，别这么不懂事儿。玉然，你不能走！我说了，他在做手术，你他妈让我说几次啊你！再这样，我他妈抽死你！玉然。这是咱们的婚戒，之前的丢了，我又重新买了一个，依旧是最大最好的。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肖医生，陆瑶身体出问题了。你说什么？真的。你去吧。你是他的朋友，他身体出问题，你可以照顾他，你不用来找我。肖医生，陆瑶是割腕，已经失血过多了。果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听到陆瑶，你都会着急。你赶紧去吧，万一真的有生命危险呢？你知道的，陆瑶她对我很依赖，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了。阿离，等我。阿离，一定要等我。萧玉然，从始至终你都没有坚定的选择过我，机会我给你了，是你萧玉然自己没有珍惜，所以我们之间无论是什么结果，你都应该坦然接受。
身边，很不幸，原来海涛中的画面。阿离，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清澈，赵宁一天了都不在，雨下这么大，伞都不打。我来这里和过去告个别。项目进展怎么样？清澈，怎么了？你还记得上次你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出国？上次你没回答我，这次我给你答复，我愿意。好。记住谁的愿望？美丽的泡沫，虽然你让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爱本是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再美的花朵，盛开后就掉落。爸，不用送了，快回去吧。一切小心，安全第一。到了国外啊，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叔叔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阿离的。上车吧。阿离。阿离，爸，开门！开门啊！成功了！太好了，我们终于成功了！成功了！手离心脏移植手术成功了，秦澈，我成功了！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校长，重大突破！世界上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成功了，患者成功存活，而且排异反应极低。关键是做手术的专家是咱们学校的，快给我看看！喜讯！国际医学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大夏医学专家谢女士成功进行首例心脏移植手术。重大突破！谢女士团队将心脏移植手术成功率提升至70%。Surgeon Dr. Singh leads global medical breakthrough in heart transplantation. 谢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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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在医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为首位获得诺尔医学奖的女性。谢教授，你只用了1年的时间，便攻克了多项心脏外科领域的疑难杂症，解决了困扰全球医学界30年的难题。你是怎么做到的？3天后，我会在清北的文化礼堂举办交流会，
届时我会公布我所有的研究成果，希望我的经验能够为更多病患减轻痛苦。谢教授，听说秦家小儿子向您求婚多次，您这次回来是准备跟他完婚吗？阿丽，我们走吧。谢教授，谢教授，你回来一下吧，谢教授。谢教授，好，我女儿真是好样的，好啊！哎呀，你们俩呀，也算是学成归来了。你和秦彻的事儿，打算什么时候定下来呀？爸，我才刚回国。你呀，人家小彻都等了你这么多年了，你打算让他等你一辈子呀？萧玉然，看看你干的好事啊！张院长，这出什么事儿了？还问我出什么事了？你用你的脚趾头数一数，这是你今天第几次的医疗事故了？一个小小的缝合手术你都能出错，你做手术的时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对不起，张院长，我最近这状态……闭上你的嘴！谢离已经走了3年了，你还拿你们离婚给我当借口？还有那个陆瑶，你上个月拍着胸脯告诉我他能力没问题，结果呢？每次做手术都要你去结尾，主治医生他也配？对不起，张院长，我保证我会好好教。别说了，从现在开始，你们2个人手里的手术转交给其他人。你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反省反省吧。对不起，院长，是我辜负了你的信任。玉然呐，你是咱们医院最年轻、最厉害的医师，我不希望因为个人情感耽误了你事业的发展。刚刚获得诺尔医学奖的谢教授已经回国了，这是他过2天在清北大学交流会的邀请函。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把他邀请到我们医院，做一个小型的交流会。我知道了。如果这件事你还办不好，那你就准备辞职吧。不，张院长，我……哎呀！听说这位谢教授是个天才，1年就修完了博士，还加入了国际最顶尖的心外科手术团队。国外团队研究了7年，一点进展没有。他一上手，竟然就把难题破解了。这可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诺尔医学奖的女性得主，真给我们长脸！哇塞，玉然哥，这就是清北大学的礼堂吧？真气派！今天这个交流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一会儿能不说话尽量别说话啊！我知道，玉然哥，你放心吧，我肯定帮你把谢教授请到咱们医院，不会让你丢掉工作的。哎，玉然，学长，这位啊就是我在清北大学的学长，不过毕业之后他就留任了，人家现在可是清北大学的副教授啊。这位是？她是我表妹。学长好，我是陆瑶，海市第一医院的医生。你好。啊，学长，我想问一下您知道那个谢教授是怎么样的人吗？神秘的很，据说是3年前横空出世的天才，普通人要练习台手术至少需要1到3年，而他只需要看一眼就可以100%完美复刻，甚至可以把成功率提高10%。这何止是天才，简直是为医学而生的神之手啊！玉然，你前妻那个谢离3年前不是也出国留学了吗？说不定他们认识。哎呀，那个谢离就是靠着玉然哥的关系混进清北圈的混子，他怎么可能认识谢教授这样的行业顶尖人物呢？也是。谢教授，这边请。谢离，这不是你前妻吗？谢离不是出国了吗？他怎么回来了？一定是在国外过得不好，所以想回来跟玉然哥复合。 3年了，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放手！谢离，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别人都告诉我，3年前那个雨夜，你跟别的男人走了。
过去的事情就不需要再提了，放开我，我还有事情。谢离，你别在这跟我转移话题。3年前你抛下我不说，直接去国外，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我再说一遍，请你放手。嫂子，你就别嘴硬了。你一个女人在国外肯定不好过，所以啊，就算你现在回来找玉然哥复合，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谢离，3年前你抛下我的事情，我可以不跟你计较，只要你今天好好的给我解释一下，我就……萧玉然，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和你离婚。谢离，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回来不就是为了重回医学界吗？可以，只要你今天不在这给我添乱，等我搭上了谢教授，我可以帮你好好的引荐一下。不需要。谢离，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多少人挤破头挤不进来的交流会，你能不能别再给我添乱了？交流会即将开始，请各位落座。谢离，他就是谢教授。玉然哥，这嫂子怎么上去了？这就是谢教授？看着不像啊。据说谢教授临床经验丰富，已经发了数十篇柳叶刀，怎么可能这么年轻？谢离，你疯了吗你？赶紧从上面下来！玉然，你前妻就是谢教授，你怎么不早说呀？不好意思，学长，见笑了。他是在跟我赌气呢。赌气？因为我们之间有点误会，所以他一气之下才出国的。你这前妻胆量够可以的呀，敢在这种大人物齐聚的场合冒充谢教授。谢离，我现在给你3秒钟，你马上从上面下来，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这本来就是为了我设立的位置，我为什么要下来？嫂子，你就算再怎么跟玉然哥闹别扭，你也不能冒充谢教授啊！今天到场的可都是大夏医学界的顶尖人物，你这样，你让玉然哥的面子往哪放啊？你听见了没有，谢离？今天这个交流会多重要，你知道吗？你能不能别在这撒野了？能不能别在这给我丢人了你？丢人的是你，萧玉然，把这种不学无术的人带到我的交流会来，我没有让人把他请出去，已经是手下留情。不学无术啊？怎么什么人都能来啊？不认识啊？什么人啊这是？谢离，你少在这胡闹，赶紧从上面给我下来！胡闹的人是你，放开！玉然，你别这样，你跟弟妹好好说话。下来！放开我！萧玉然，放开他！谁啊？那不是清北大学的秦教授吗？这场发布会是他为谢教授举办的，他肯定不会放任有人冒充谢教授在这里捣乱。秦教授，你来了！有人冒充谢教授在台上闹事，你快找人把他赶出去吧。谁说他是冒充？秦教授，你的意思是，他就是那个大夏医疗的天才新星，谢教授？没错。哇，他真的是谢教授，居然这么年轻！不愧是百年难遇的天才，真不愧是我大夏医学界的希望啊！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记得当年大夏医学学会会长谢崇山取得突破的时候，都已经30多岁了。这怎么可能？谢离居然是谢教授！放开！谢离，他说的都是真的吧？你真的是那个获得诺尔奖的谢教授？是与不是都和你无关了。这怎么能跟我没关系？我们可是夫妻，你们3年前已经离婚了。谢教授，居然是玉然的前妻谢离。那人是谁啊？居然说谢教授是他前妻？好像是清北之前的优秀毕业生，现在是海市第1医院的心外科主任。是吗？那是挺厉害的。不过和谢教授这位史上最年轻的诺尔医学奖得主来说，还是差得远。可不是嘛，他刚才好像有点还看不起谢教授的样子。谢离，我问你，你跟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的人际关系不用跟你交代吧，萧主任。交流大会马上就要开始，请你下去。萧玉然，你再胡搅蛮缠，我就叫保卫科同志请你出去。
谢教授跟秦教授的关系看起来不一般啊。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出国这3年，是不是一直都跟他在一起？同志，这里有人扰乱会场秩序。玉兰，这里人这么多，你有什么话，等交流会结束以后再说。好，谢离，交流会结束之后，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同志，请你们看好他，不许他再靠近谢教授。玉然哥，嫂子真的是谢教授啊！大家好，我是谢离，欢迎大家此次来到这个交流会。Welcome everyone to this medical exchange meeting. I'm 谢离。这个谢离，还真的是谢教授。这么说，他真的是个医学天才。这可比我强太多了。谢离，就算你回来了，萧玉然也只能是我的。好，我此次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下面是自由提问环节。Dr. Xie, how do you address the issue of avoiding postoperative bleeding or thrombosis in cardiac transplant surgeries? During aortic anastomosis, it is crucial to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suture line and the patency of the anastomotic site. 听说米国的常青藤医学实验室要请谢教授去做特聘研究员呢。常青藤实验室，那可是全球最顶尖的医学实验室，全球医学人的梦想实验室啊！是啊，没人能拒绝常青藤实验室的邀约。估计这场交流会结束，谢教授就要去上任了吧？玉然哥，怎么办呀？院长说，如果我没有办法把谢教授带回去开交流会，他就要把我们2个开除。一会儿劝劝嫂子，别让他走了。萧玉然，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和你离婚。同志，请你们看好他，不许他再靠近谢教授。各位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此次的交流会就到此结束了。谢教授，请讲。不知道您是否能赏个脸，下周日到海市第一医院再做一场交流会。抱歉，我下周日有别的工作安排。但是您不是说了吗？您回国就是为了跟国内的医疗工作者传授最先进的医疗技术，让更多的患者排忧解难。你应该不会给记者说的这些都是场面话吧？没错，交流分享最前沿的医学研究成果是我此次回国的目的，但是我确实想……好，那我就当谢教授您先答应了，等交流会结束之后，我找您私聊。他怎么敢这样跟谢教授说话？也不看看人家跟谢教授是什么关系，那可是谢教授的前夫。我看这交流会是假，8成想找个借口想追求谢教授。难不成是看谢教授功成名就了，所以才……谢离，有我在，你休想和玉然哥再有什么瓜葛。如果没有别的问题，此次交流会就到此结束了。谢教授，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交流会是假，想把老婆追回来才是真。是想追老婆，还是想用谢教授的名声往自己脸上贴金，还说不定呢。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回海市？我只说去参加交流会，什么时候说和你一起？如果刚刚我没有邀请你，你是不是立刻跟他又要去国外了？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我没有必要和你报备吧？谢离，别再说气话了。以前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我当年不该把你抛下，但是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你现在也犯不上用他来气我吧？谢离，就跟我回去吧。太好了，嫂子，你现在愿意跟我们回海市开交流会，这样我和玉然哥的工作就可以保住了。
保住工作。你们在交流会上给我扣帽子，说一些这么多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个？路遥，你在乱扯什么呢你？玉然哥，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院长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嫂子带回去开交流会，就让我们2个人滚蛋。放心吧，肖主任，我谢离言出必行。既然答应了去交流会，我就一定不会反悔。剩下的事，你去跟我的助理沟通吧。不行，这件事情我必须当面跟你本人对接。你要说什么？这样吧，这里面人太多了，我实在不方便。要不你跟我来，我跟你解释清楚。我带你回海市，这跟交流会没关系。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的，你也不用解释。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先走。等等，我说，我的确是为了交流会来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就是谢教授。我现在只想带你回海市，咱们2个好好过日子。我知道错了。从3年前你离开我的时候，我们就结束了。这3年的每一天，我都在后悔。当年是我的错，我不该把你丢下。我再说一次，我们已经结束了。肖主任，这些与交流会无关的话，请你不要再说了。玉然哥，现在嫂子已经答应回去开交流会了，你还去那干什么呀？路遥，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玉然哥，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他出国3年，一直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他早就和别的男人好上了，早就不爱你了。你闭嘴吧你！不可能，路遥，我告诉你，你不要在这说了。你再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只会挑拨我们2个人之间的感情。难道你还看不清楚？他出国3年，一直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他早就和别的男人好上了，早就不爱你了。闭嘴吧你！你少给我来这一套。要不是因为你乱七八糟说了这一堆，我也不会跟他吵架，他也不会离我而去。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可是这3年陪在你身边的人一直是我，嫂子已经和别人在一起了，你为什么不能回头看看我呢？看看我怎么了？我们走。哎，等等，你闹够了没有？叫我跟你说几次啊，路遥？我对你的好，只是因为我欠你一条命而已。我心里从头到尾就只有谢离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说话就说话，少拉拉扯扯。谢离，你不是觉得总为这个女人跟我生气发脾气吗？我已经还给她够多了。这样，我今天就当着你的面跟她马上断绝关系。各位，我萧玉然今天在此发誓，从今往后跟这个女人再无瓜葛，请各位做个见证吧。萧玉然，我没名没分跟了你3年，甚至为了你离了婚，你到最后就这样对我是吗？你这说什么？我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啊！我当初甚至为了救了你，舍下我的性命，你说过要报答我一辈子，难道现在又说还不算话吗？你还想怎么样？我给你吃，我给你喝，我供你上学，供你上班，你还想怎么样？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都是因为你，谢离，我跟萧玉然才是青梅竹马。要不是因为你横刀夺爱，跟他结婚的人应该是我，他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谢离，你这，我要杀了你！疯够了吗你？萧玉然，你居然敢打我！萧玉然，你这个混蛋，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我要回医院告你2个男女关系！戏演完了，我们可以走了。老婆，你看，我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在座的这些人都是证人啊。你还记得这个吗？这3年里面，我每一天都把他带在身边，总想着第一时间见到你就把他物归原主。老婆，别跟我闹了，跟我回家吧。别跟我闹了，跟我回家吧。老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毕竟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是一个外人随随便便就能掺和得了的。阿离，你真的不能再相信他。老婆，你还记得这个戒指吗？这可是咱们的婚戒，我跑了好多家才找到一模一样的。来，我给你戴上。你疯了？你干什么你？以后别拿这种东西恶心我。
这样，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再说吧。我当初放弃我最爱的医学事业，嫁给一无所有的你，是因为我认定了你，想要跟你过一辈子。我把自己画在牢笼里。我知道这些这些年，你为了自己的私心伤害了我，伤害了我们的孩子，所以我要从自己画的牢笼里面跳出来。老婆，以前确实是我不对，我肯定会改的。我们肯定还会再有个孩子。萧玉然，够了！你根本不配让阿离原谅你。之前她还是你妻子的时候，你对她做过什么？你忘了吗？我跟谢离之间的每一件事情，比你记得更清楚。四眼儿，欺骗阿离，把你未婚妻陆瑶说成是你的表妹，人堂而皇之带回家。那不怪我，那是因为陆瑶她骗我，我不知道她会伤害谢离的，还强迫阿离给陆瑶输血，偷走阿离特招名额，这些事情都是陆瑶干的。哎呀，这些事情我们夫妻两个人别狡辩了，萧玉然，你根本不配得阿离原谅。萧玉然，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想跟你计较。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别再来打扰我。谢离，够了！我低三下四说了几次了，你不要忘了，你只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在这些人面前，你根本就是一双破鞋。如果你今天不跟我复婚的话，没人敢要你，千万不要后悔。他这是气急败坏了吧？这话说的真不好听。谢离这辈子就算孤独终老，也不会再和你这种人扯上关系。我们走，阿彻。阿彻，阿离，有我在，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我知道啊，这些年一直都是你陪着我，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伙伴。阿离，我不只想跟你做合作伙伴，我想一辈子和你在一起。我不允许你这么对我老婆。阿离，这枚戒指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这枚戒指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原本我想等你准备好了再拿出来，但是今天我不想再等了。我想让各位给我做个见证。阿离，以后论文资料我查，实验馆我刷，上下班我去接，我保证，只要你需要，我都会在。阿彻，你不用这样。谢离同志，你愿意和我组建家庭吗？我不同意，我绝对不同意。我愿意。我告诉你，四眼他靠不住的，你会后悔的。我告诉你。谢谢你今天替我解围，拿回去。阿离，不是解围，我是认真的。秦彻，我离过婚。我知道，我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你父亲那么位高权重，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是会被戳脊梁骨的。我未婚，你未嫁，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看谁敢在背后嚼舌根子。话是这么说，可是谢离同志，你好歹也是出国留学过的知识分子，怎么思想还是这么老古董？阿离，有我在，你不用考虑那么多。这戒指挺漂亮的，什么时候买的？其实在18岁的时候就买好了，当时我一眼就看中这个戒指了。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戴上它，成为我的新娘。那么早？是，不过刚买回来的时候就听到你要嫁给萧玉然的消息，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把它重新拿到你面前。你居然那么早之前就开始惦记我？不止。阿离，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搬来姑姑家的时候吗？我时间太久了。那天我搬着行李来到姑姑家门口，一抬眼就看到你在阳台上浇花。阿离，你知道什么是一眼万年吗？都多久之前的事了，你还记得这么清楚？你嫁给萧玉然之后，我自己在国外休整了好一阵子。不过好在我幸运，老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是啊，能够重来一次，真的很幸运。
阿离，有我在，你放心。我去开门。老婆，萧玉然，你怎么来了？我知道在交流会上是我说话重了，我今天特意过来给你道个歉，我还带了水果罐头和点心。萧玉然，我俩结婚5年，你一次都没有来过。现在这种时候，你装这副样子给谁看？有意思吗？老婆，我之前医院工作忙，这些你都知道了。哎，对了，爸他在家吗？不在家，就算在家，跟你也没什么可说。我们家不欢迎你，请你出去。老婆，我都知道，在交流会上你答应秦彻的求婚，就是为了气我，对不对？你想多了，我答不答应秦彻都跟你没有关系。哎呀，你别再骗我了，老婆，我都知道你跟那个秦彻肯定没有任何关系。你有完没完？我再说一次，我们家不欢迎你，请你出去。哎，老婆，咱们都这么多年感情了，再说爸也不希望看见咱们两个分开，是不是？啊，爸，萧玉然，这是我家。爸，你在家吗？爸，爸，我家。爸，你在？你怎么来了？我还没问你呢，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为什么会在我岳父家里？阿离是青梅竹马，现在她是我未婚妻，我在这儿有什么问题？这话倒是我问你才对。你们已经离婚3年了，在这干什么？不是，谁是你未婚妻了？对，我虽然是跟阿离离婚了，但是双方父母还没同意。说到底，她谢离还是我萧家的儿媳妇。我告诉你，萧玉然，你给我出去！为什么让我出去？该出去的人明明是他吧！我告诉你，谢离，这大白天的把一个男人随便拉到屋里头，你们两个简直就是有伤风化。这是我家，我想请谁来做客是我的自由。萧玉然倒是你能不能不要胡搅蛮缠了？你把他带进家里这事儿，爸他肯定不知道吧？知不知道都和你没关系，你给我出去！阿离，谢离，让我逮到了吧？我真没发现啊，你居然是这种人！我还没死呢，你就当着我的面跟别的男人亲亲我我拉拉抱抱，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萧玉然，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嘴巴哪里不干净了？我告诉你，四眼儿，你现在马上放开我老婆的手，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们已经离婚3年了，阿离想和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你根本无权干涉。这没你说话的份儿。秦彻，自从我3年前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根本没安好心。你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惦记我家阿离？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胡说？3年前出国，你就是跟他在一起。如果你们两个没有关系的话，他凭什么放弃工作陪你一起出国的？出国进修是我大夏医学会统一安排的，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况且，就算我放弃工作陪阿离出国又怎么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无关。哼，我告诉你，你们两个是不是在3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好上了？我凭什么回答你？阿离出国前就已经和你离婚了，他的感情生活不需要向你交代。清北大学的教授，哼。秦彻，我看你根本就是插足别人婚姻的男小三。萧玉然，你血口喷人！我和你离婚之前根本没见过秦彻。哈，这么快就维护上他了，谢离，没想到你移情别恋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啊！明明是你先辜负阿离的，你怎敢过来反咬一口？那些事情我跟阿离已经道过歉了，而且3年前他答应会在原地等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只是我回去他就不见了。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用了各种手段骗取阿离陪你一起出国。秦彻，你简直是无耻啊你！萧玉然，3年前这是我跟你的事，跟秦彻无关。无关？以前的你宁愿整夜不睡觉，也要等我下手术台陪我一起回家。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3年前你明明答应过我会在原地等我。如果不是他的话，你为什么不等我？那天明明是你为了路遥把阿离一个人抛弃在那个雨夜的，那他也不可能不等我。我凭什么要一直等你？为什么不能呢？阿离，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萧玉然，你做人不要太自私了。阿离之前为了你放弃学业，为你操持家务，耽误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前程，你知不知道？他这双手能救多少人？哎呀，那又怎么样？我又没逼他非要这么做，况且我又没阻止他不让他上班，是他自己愿意当个小护士的，关我什么事儿啊？跟你没关系。当年阿离是咱们医学系天赋最高、最刻苦的学生，
如果不是因为和你结婚，他本可以顺利毕业，成为清北医学系最年轻的教授。你敢说这叫跟你没关系？阿哲，别跟他说。阿离，萧玉然这个混蛋根本就不知道，你为了他错过了些什么。如果不是因为你，哈利根本不用等到3年前才出国，他早就应该站在国际医学的舞台上展露锋芒了。出国进修哪有那么容易？是我承认谢丽在医学天赋上确实很高，但单位出国多少年才有一个？况且他当时只是一个小护士。那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阿离在医学领域的理想和抱负，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你根本不配说爱他。你和他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了？谢丽，你不就是为了出国的名额才跟他走的对吧？你说什么？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为了一个出国进修的名额抛弃自己的丈夫，你的所作所为跟外面的野鸡有什么区别？混蛋！注意你的言辞！为了一个出国进修的名额抛弃自己的丈夫，你的所作所为跟外面的野鸡有什么区别？混蛋！注意你的言辞！我说错了吗？你自己口口声声说为了理想，为了抱负，说到底还不是靠男人吗？你不就是觉得我没有钱没有势，供不起你出国才跟他跑了对吧？少用你心里龌龊的想法想阿离。哼，清澈，你了不起，你清高，用了一个出国的名额获取了别人的女人。你在造什么谣啊？我说的有错吗？我都已经调查清楚，秦彻，京氏秦家的小儿子，秦家在京氏可是权势滔天，你不就是看上他这一点了吗？论家世背景，秦家确实比普通人多一些积累，但如果论个人能力，是我高攀阿离，是我高攀阿离。你跟我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论才貌，论能力，我哪点比不上你？况且我们两个结婚5年，感情非常的深厚。他不就是忌惮你权势滔天，才不敢跟我复婚的吗？说够了没有？说够了，给我滚出去！我不走！我告诉你，今天的事情必须给我说清楚。谢离，这个离婚证是不是他帮你办的？离婚证？没错，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单位怎么可能批准他的离婚申请？一定是你秦哲用了你秦家的势力，在我跟谢离的离婚程序上做了手脚。是不是疯了？那这个离婚证，那它就一定是假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伪造国家证书是犯法的。这个少年有民政局的钢印，你少污蔑人。那就是他强抢别人的女，用了不正当手段给你办的离婚证。我告诉你，信奇，这事咱俩别理，我要告你去。好，那你尽管去告。这阿离打了离婚报告，单位批准通过，民政局盖了证的离婚证，不管走到哪里都是合规合法。这不可能，一定是你在离婚证上动了手脚。我告诉你，我要让你们两个身败名裂。你对阿离做爱那件事情根本不需要动手脚，你对他怎么样，单位的人有目共睹。你和陆瑶不清不楚，还逼我给他写了5年的信，凭这些足够我打离婚报告，根本不需要你的同意，根本不需要你的同意。可我已经跟谢离道过歉了，谢离，你不要再为自己贪慕虚荣、攀附秦家找借口了，好不好？随便你怎么想，我就是贪慕虚荣，我就是为了钱和秦彻在一起的。我这样说，你满意了？我就知道，你等着，等我回去了，我马上向大夏医学界检举你。像你这个贪慕虚荣、水性杨花的女人，根本就不配站在医学界的顶点。你要去就去，我和你离婚，和他出国，这件事情我没有对不起你，我谢离问心无愧。但是现在，滚出我的家！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告诉你，我会让整个大夏医学界都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丑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医学界的会长可是心外学科的奠基人谢崇宇。谢崇宇，谢崇云，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到谢崇云的面前告我状是吗？没错，谢会长他为人正直，最看重的就是人品。要是让他知道你是一个水性杨花、私生活不检点的人，他一定会把你在整个大夏医学界除名。好啊，你去啊，我就看看他会不会相信。就凭我是你的老公，如果不是真的话，哪个男人会承认自己的老婆婚内出轨，给自己戴绿帽子吗？行啊，你去，我倒要看看他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谢离，你就等着被大夏医学界踢出去吧。像你这种水性杨花、不知廉耻的女人，就算得了诺尔医学奖又怎么样？谢会长他一定不会承认你的。
爸，你刚才说你要去大夏医学会告我女儿的状。没错，是你养的好女儿，婚内出轨还没跟我离婚，就跟这个男的，你打我？打你怎么了？打你都是轻的。你凭什么打我？明明是他谢离婚内出轨，跟这个男人不清不楚。你，萧玉然，再说一遍，婚内乱搞男女关系的人是谁？是谢离跟他。你还想还手？我不敢。谢叔叔，是我对不起你。谢离当初跟我离婚，没经过你的同意，这3巴掌我认了。你当然该认。萧玉然，我告诉你，要不是杀人犯法，我今天就活剐了你，给我女儿出气。出气？你出什么气？你女儿3年前跟这个男人到国外待了3年，做了3年的野鸳鸯，该出去的人是我吧？废话！你当时跟那个叫陆瑶的女人对阿离做了什么？需要我一件件给你说清楚吗？陆瑶的事情是个误会，我已经跟阿离解释过了。误会？是你亲自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是误会，还是让阿离给那个陆瑶献血是误会？是，我承认，我为了陆瑶确实做了一些对不起阿离、伤害她感情的事情。知道就好。我告诉你，萧玉然，我女儿已经和你离婚了，如果你再敢来纠缠她，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但你女儿在婚内跟这个男人不清不楚，这是事实，难道她就没错吗？笑话！我谢崇云的女儿出国进修，还需要靠别的男人？这谢崇云，你说你爸就是大夏医学学会的会长谢崇云？你那会不是说要去告我女儿的状吗？现在我就站在这儿，你倒是说说，谢离是怎么靠别的男人出国的？我什么我？说，你刚才不是还挺理直气壮的吗？爸，你有高血压，别气了。别气了，叔叔，我把他赶出去。我没事。既然他来了，那就把话说清楚，免得他以后再来纠缠你。谢离和秦彻出国的手续都是我批准的，他们的材料也是我提供的。你倒是说说看，谢离是怎么靠别的男人出国进修学医的？就算你女儿跟秦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她婚内出轨，一直保持跟这个男人不清不楚的关系，这个事实是吧？你不能因为你是大夏医学学会的会长，你女儿有错还要包庇她，这不对吧？他乱搞男女关系，你有什么证据？3年前你女儿撇下离婚证，不清不楚的就走了。等我追到清北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他俩待在一块儿了。您说他俩没关系，谁信呢？好啊，那你说说，你为什么追到清北大学的？是为了谢离，还是为了送你那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去上学的？哎呀，这不重要，那重要的是阿丽那会儿刚刚才流产，你还知道她刚刚流产？你跑去给那个叫什么陆瑶的女人做手术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你老婆刚刚流产需要人照顾？我这不是还没回去，她都已经走了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男的暗中帮忙，阿离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怎么可能从海市他跑到京市呢？你说是不是？萧玉然，我这个当爹的是生他的气，不是死了。送回家里的人是您，我再不把他接回来，难道要等着他死在手术台上，死在你手里吗？所以秦彻怎么了？哼，谢离的离婚证是我催着办的。秦彻回国之后，第一次见谢离，也是跟我一起去的。你说，你还有什么证据？说来我听听，到底是谁对不起谁？所以这一切之间的都是我的误会。要不是我当年拗不过谢离，就凭你这小肚鸡肠的混账东西，也能娶我的女儿
简直痴心妄想！可是什么可是？当时如果我再坚定一点，谢礼也不会跟着你受那么多的委屈，吃那么多的苦。别气了吧。我当时就该打断这小兔崽子的腿，看他怎么带你跑。爸，闭嘴！谁是你爸？秦彻是我看着长大的，和谢礼青梅竹马。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我的外孙现在都可以打酱油了。他和谢礼怎么样？轮不到你去胡说八道。爸，你又何必跟他说这么多呢？肖玉然，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我女儿是绝对不会和你复婚的，你就死了这个心吧。可是这一切阿丽都没告诉我，我生气就再正常不过了吧？你有完没完？老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生气，都是因为我在乎你。萧逸然，你现在后悔不觉得晚了吗？谢礼，你这样，你听我解释。够了，萧逸然，你给我滚！再敢来骚扰我家女儿和秦彻，别怪我对你不客气。爸，滚！阿丽，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走。爸，这件事在我心里早就过去了。你看，这是哪来的？你们俩这是？叔叔，您刚出差回来，没来得及告诉你，我在交流会上向阿丽求婚了，阿丽也答应了。好啊！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当年你跟你姑姑搬到我家隔壁的时候，我一眼就相中了你。哎呀，现在你们终于走到一起了。哎，你们准备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呢？爸，我是这么想的，平时我跟小车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所以我不想办婚礼。我们只要平平淡淡的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那些形式啊都不重要。你说的这话倒是没错，但是你问过小车的意思吗？我不同意。为什么？我想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告诉所有人，从今以后，无论生老病死，无论富贵贫穷，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从我18岁那一年，我就一直想看到你穿着婚纱向我走来的样子，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好，都听你的。阿丽，这一天我等了整整15年，终于如愿以偿了。结婚证领回来了，快拿过来让我看看。好啊，总算是如愿以偿了。现在是不是该改口了？爸，哎，来收着。我明天要去东省出差，搬家的事儿你们俩自己看着办吧。搬家？是啊，你们俩结婚了就要住到一起。虽然我不在乎你们跟我一起住，我还巴不得我的宝贝女儿老是赖在家里呢。但是女婿老住在老丈人家里，免不了别人会说闲话。我们一家人虽然不在乎别人会怎么说，但是该注意的还是得注意。爸说的有道理。你们俩呀，以后要好好的过日子，有什么事儿商量着来。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我给你们撑腰。知道了，爸。爸，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阿丽的。
绝对不会让他受委屈。爸，我们会常回来看你的。行了行了，我还有材料要整理，那我就先走了啊。我们收拾一下，明天带你回家。我们家的情况你都了解。自从我妈去世之后，我爸娶了崔阿姨，之后就跟我大哥去国外忙生意了。我知道，我记得我小时候还见过崔。啊不，现在应该叫妈了。那个改不改口都无所谓的，毕竟我妈去世之后，我就搬去姑姑家了，跟崔妈不算亲戚。如果你不习惯，叫崔阿姨就好。毕竟已经结婚了，还是叫妈比较合适。也是，那今天先带你熟悉下家里的环境，等爸和大哥回来之后，我知道你不想办婚礼，但至少陪我办场家宴，给我个名分。好。这个秦彻也太不像话了，说结婚就结婚，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哎呀，就是啊，姑姑，表哥他怎么能那样呢？而且你也算是他的母亲，他怎么能当面不打一声招呼就结婚了呢？从小就这么不服管教，家里给他安排这么多清闲好去处，偏偏要去那个吃力不讨好的医学。好不容易成了家，还娶个离过婚的女人。我听说那个谢离，他前2天办了个交流会，他前夫还来大闹一场呢。而且表哥居然就这么当众求婚了，真是胡闹！他倒是高兴了，让我们秦家的脸往哪儿放啊？哎呀，姑姑，你不是说让我和表哥结婚吗？那表哥现在结婚了，我怎么办啊？而且那个谢离还取得了诺尔医学奖，姑父最喜欢知识分子了，那个谢离，姑父肯定很满意。可你也是京市第一医院的主刀大夫，况且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也是我们崔家小辈里最优秀的女孩。你放心吧，我认定的儿媳妇只有你一个。那姑姑，你的意思是说，我和表哥还有机会？当然了，我们崔家虽然不像秦家这么家大业大，但也不是谢离这种普通家庭出身能比的。可是谢离前2天刚刚取得了突破，现在在大夏医学界风头正盛，也不算是普通人。那又怎么样？秦家在京市可是最顶尖的存在，什么样的大人物没见过？那他们领证了呀？领了证怎么样？结了婚照样能离婚的。之前我没办法撮合你和秦彻在一起，那是因为他人在国外，现在人回来了，你要好好趁着这个机会培养培养感情。至于那个谢离吧，我会让他知道秦家的大门不是那么好进的。我就知道，姑姑对我最好了。妈，我回来了。阿彻，你回来了。你怎么来了？我爸最近心脏不舒服，来第一医院住院做检查。姑姑怕我来回跑不方便，就安排我住下了。你就是谢离？芳芳，怎么跟你嫂子说话的？别没大没小的，叫嫂子。嫂子。芳芳是吗？你好，我叫谢离。芳芳是我侄女，这孩子呀，从小被我们娇惯着长大的，你别介意哈。怎么会呢？妈，这是谢离，你以前见过的，我们今天刚领了证，以后呀，她就是你儿媳妇了。妈，别站着了，坐吧。阿离，那个，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今天崔芳芳会来。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之前陆瑶不就是以表妹的身份，我怕你听到这些会不高兴。这有什么不高兴的？你又不是萧玉然。这有什么不高兴的？
你又不是萧玉然。但是毕竟之前那些事情困扰你这么久，我不想让你回忆起那些不好的回忆。别担心，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又在国外朝夕相处了3年，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况且，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好。哦，对了，学校给我们分的房子马上批下来了，我已经找人订了家具。等我忙完手上这个课题，我们就搬出去。好啊。阿丽，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你真的嫁给我了。那要不要我帮你验证一下？你想怎么验证？痛吗？我觉得还是换一种验证方式比较好。什么？等一下，你是想用这种方式验证吗？阿丽，那我去学校加班了，早点回来。那我走了。去吧，路上小心。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忘了什么？早点回来。阿丽，我不在家，妈和崔芳芳不一定说些什么。如果惹你不高兴的话，不用忍着，想走就走，想反击就反击。这个家，没有谁能欺负你。好，我知道了，去吧。好。谢离，你过来一下，姑姑有事找你。姑姑，好了。妈，你找我？坐。谢离，你的情况我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清北医学院的天才生，大夏最年轻的医学院院士，前阵子还拿了全球医学界最高的奖项，恭喜呀！谢谢妈，不过也不全是我的功劳。不用谦虚，你年纪轻轻就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确不错。不过你应该知道，我们秦家不是普通家庭。您的意思是，你这些成就或许在外人眼里看来的确很不错，可在我们秦家确实不重要。不重要？妈，您有什么话不如就直说吧。亏你还是大夏医学界最年轻的天才，连话都听不懂。我看你就是读书读傻了吧？哎，芳芳，别这么跟你嫂子说话。姑姑，谢离呀，你也是知道秦家在京市的地位，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能当秦家的儿媳妇儿。您的意思是，我配不上秦城？你知道就好。毕竟啊，婚姻就是要讲究门当户对。虽然你父亲是大夏医学会的会长，但是呢，和秦家比起来，也就是个普通家庭，你根本就配不上阿彻。现在新时代提倡自由恋爱，没有想到崔小姐年纪轻轻，思想倒是很保旧。你好了，芳芳，坐下。谢离呀，我虽然不是秦彻的亲妈，但是她也叫我一声妈。婚姻是人生大事，我不能不管吧。
能有人替秦彻操心是好事。不过妈，你有什么话就直说，不然我误会了您的意思，这样反而不好。好，大家都是聪明人，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谢离呀，我希望你能主动离开秦彻，别让我为难。您是想要逼我和秦彻离婚，让我离开秦彻？逼你？谢离，我们这是在给你机会。以秦家的身份地位，让你离开阿彻的方法有很多种，用不着跟你说这么多废话。就是，只有像芳芳这样的大家闺秀才配得上秦彻。谢离，我希望你能识相点，主动退出啊！我和秦彻刚领完证，你们凭什么觉得能够挑拨我和秦彻的关系？我们这是在帮你认清现实啊，谢离。你每天除了做研究就是上手术，根本没空照顾好阿彻。就算你们两个领了证，早晚也得离。所以你们认为秦彻结婚就是为了能够找一个照顾他的女人？这是秦家儿媳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那你根本不配当秦彻的妻子。你们到底是瞧不起我，还是瞧不起秦彻？为人妻的最重要的就是照顾丈夫，操持家务。听说你们出国那3年都是阿彻在照顾你吧？像你这样的人，凭什么说喜欢他？秦彻照顾我是他自愿的事，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当年在国外秦彻发高烧，是我折腾到半夜送他去医院，守了他1天1夜。什么？发高烧？秦家这么厉害，这点事都没查到，看来秦家也不过如此嘛。秦家家大业大，汇报的事情多了，难免有1、2次的疏漏，还轮不到你在这儿说3道4的。总之，我就是不同意你嫁进秦家。你不同意？你不同意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和秦彻是领了证的合法夫妻，我们是要过日子的，轮不到别人来指手画脚，我是不会和他离婚的。谢离，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走了。谢离，你给我站住！我是你婆婆，你反了天了！我和秦彻领证第2天，你就逼我离婚，我没有你这样的婆婆，秦彻也没有你这样的妈，这个家不待也罢。你好得很。芳芳，你之前说的事，我现在答应了，尽快去做。那姑姑，你的意思是，你真的同意了？同意。出了什么问题，姑姑替你兜底。好，谢谢姑姑。那咱们就按我之前说的那样。今天我不在家，妈和崔芳芳有没有找你麻烦？没有啊。没有，不像他们风格呀。为什么要这么问呢？那你先答应我，别生我气。好，我答应你。你说吧。其实早上没有跟你说实话，妈一直想让我娶芳芳。这个我看出来了。但是我已经拒绝很多次了，他们还是不死心。我怕他们趁我不在家说一些挑拨离间的话，让你不高兴。不会的，就算他们说一些挑拨离间的话，我也不会相信。而且就算是真的，我也不在意。我就知道我们阿离最好了。好，那我先去洗漱了。去吧。你来干什么？姑姑说早上的事情是她先考虑了，她让你过去一趟，有东西要给你。太晚了吧，我要休息了，明天再说。谢离，我姑姑好歹是长辈，她现在肯来求你，你居然还不知足，难道想让她亲自上门来求你吗？你大半夜来我的房间，就是为了教训我？什么叫教训我？明明是你自己不懂事，我姑姑好歹也是阿彻的妈妈，是你的婆婆，你难道想让阿彻回来，站在你们俩中间左右为难吗？我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你先出去。我不走，我要看着你出去，万一你要在这阳奉阴违耍花招怎么办？
阿离，这就睡了？你不是阿离？阿彻，崔芳芳，大半夜的你在我床上干什么？出去！阿彻，你听我说，是姑姑让我来找你的。谢离他根本就不适合你，只有我才是最适合你的人。崔芳芳，你给我放手！再不放手，我动手了！我不放，阿彻，你知道的，我喜欢你那么久，而且你刚刚也碰了我，我不管，你要对我负责。你这是碰瓷儿啊！别让阿离看到我。阿彻，阿离，你听我解释，我是清白的，是他陷害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出去洗了个漱，我回来床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阿离，我什么也没做，你相信我吧。好啦，我相信你。真的？当然是真的。哦，老婆。谢离，你刚才也看到了，刚才阿彻他抱我了，这是他喜欢我的表现，只不过你进来而已，他才找了个借口。崔芳芳，你少跟我耍花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崔红玉串通好，他在外面装病拖住我，你进来纠缠阿彻，你这点小伎俩就想搅黄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幼稚？谢离，你是不是忘了，要装也应该让他装个别的病吧，装心绞痛。我也是心外科的大夫。你别太得意。阿彻，你难道就不怕我把你非礼我这件事情告诉姑父吗？谁非礼你了？明明是你要非礼我。你一个大男人，大半夜在床上对我搂搂抱抱，不是非礼是什么？没做过就是没做过，你少在阿离面前污蔑我。他是不会信的。他相不相信不重要，只要姑父开了口，那姑父一定会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他最重礼节了，你要是不赶紧跟他离婚娶我，那你就不怕姑父把你赶出秦家，然后让你半分家产都拿不到吗？我和阿离都有正经的工作，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我要家产干什么？你什么你？崔芳芳，没闹够吗？出去！阿彻，我是学医的，而且还是崔家的大女儿，无论从事业还是从家庭上面，我都比他更适合你。你为什么不选择跟我在一起？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少在我老婆面前说这有的没的。那你喜欢他什么？他不过就是一个靠男人上位的贱人而已，他根本配不上你。够了，崔芳芳，再让我听到你说阿离的坏话，从今以后就别想踏进秦家一步。我说错了吗？他之前就是他靠着前夫才进的那个医院，当了个小护士，而且离婚之后又是傍上你，他才出的国。你从哪儿听到这些谣言的？我说的不对吗？阿彻，你也是清北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我就不相信他在国外这么多些年取得的成果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阿离现在所有的成果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跟我和萧玉然没有半毛钱关系。阿彻，他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让你这么维护他？论医学天赋，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还高的人。我不相信没有你的从中帮助，他能写出那么多论文，拿到那么多奖。阿离的天赋和努力都远在我之上，我是亲眼看他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轮不到你来质疑。不可能，你别想骗我！我是从国际排名第1的普金斯医学院毕业的，他的论文我看了，绝对不是一个刚从医3年的人能够写出来的。没什么可质疑的，阿离的天赋水平你无法想象。抛开学术成果不提，他这双手能比你做出太多太多，你根本没有资格评价阿离。就算他有天赋，那又怎么样？他只不过是……我根本不在乎你们相不相信，我也没有必要跟你们证明。我要消息，出去，出去！不走！你放开我！他这双手能比你做出太多太多，你根本没有资格评价阿离。你放开我！比我好是吗？那我就把这双手毁掉，看看阿彻他还喜不喜欢你。阿离，你没事吧？没事。阿彻，对不起，阿彻，你的手，阿彻，你的手。我没事，你没事吧？我没事，你是不是傻？你怎么可以用手去接剪刀呢？有多少人还等手术呢？你绝对不能受伤。阿彻，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是想什么？崔芳芳，你也是学医的，
你不可能不知道毁掉双手对阿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再也无法手术。你怎么能这么恶毒？阿彻，我别废话了，伤口太深，伤到筋腱了，我们先去医院。芳芳，不好了，医院打电话，你爸病情恶化了。什么？走。我先带你去包扎缝吧。可是崔叔那边情况紧急，再紧急也没有你的手紧急。况且崔芳芳她也是医生，不是吗？有她在，不会有意外的。啊！医生，我弟弟怎么样？我爸情况怎么样了？主动脉瓣反流导致的急性心衰，现在已经影响正常的供血功能了。什么？芳芳，这是什么意思啊？现在情况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手术，不然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那还等什么？赶快准备手术啊！可是这种手术，国内还从来没有过成功的案例。什么？怎么会这样？芳芳，怎么办？这我也不知道。心脏瓣膜修复手术是国际最新技术，国内根本没人会做。心脏膜瓣修复手术对主刀医生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考验医生的判断力，而且手必须要求很稳。如果操作不精确的话，很有可能会让患者直接在手术台上就去世。这，芳芳，你可是济世心外科的一把刀，这种手术你也没有办法吗？不行，姑姑。从这个手术进入到国内之后，我就一直在练习，但是尝试了这么多次，成功率也只有30%。30%？为什么会这么低啊？如果是国内心外科奠基人谢崇山亲自来做的话，成功率说不定会有60%。只是他现在人在东省。对了，谢离，他不是号称能完美复制所有手术吗？让谢离来。没错，谢教授可是天才，不管多么复杂的手术，只要开展一遍，就能完整的复刻所有的流程和药品。如果是他做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我记得前几年他刚在清北大学做完交流会，现在一定在京师。他现在应该在陪秦彻包扎，我现在就去。不行，我绝对不会去求他的。芳芳，现在不是计较私人恩怨的时候，你爸爸还在手术室里等着人去抢救。你别耍脾气啊！医生，你快去，他就在急救室。不行啊，姑姑，谢离和阿彻之前在国外的时候，他们所有研究都是一起做的。谢离他根本没那个能力。那你说怎么办？谢崇山现在人在东省，根本就回不来，其他心外科医生都没有你厉害。可你呢，成功率都这么低，其他医生更别提了。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你爸去等死吗？姑姑，我亲自去给我爸做手术。你说什么，芳芳？不行，不行！我是整个京市技术最好的心外科医生，谢离，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劳医生不能给直系亲属做手术，难免会造成情绪波动，这会大大的干扰你对手术的判断，使手术的成功率大大的降低。是啊，崔主任，医院有规定，主刀医生和患者不能是直系亲属。我现在是紧急情况，再不手术的话，就要错过最佳黄金时间了。你冷静一点，我去。不可能，谢离，我绝对不会把我爸的命交到你手里。崔芳芳，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说一些气话吗？我没在说气话，刚才在家的时候，我还差点毁了你的手。你现在肯定对我怀恨在心，你要是在我爸的手术里面做什么手脚，不行，我绝对不会让我爸的手术出现任何意外。崔芳芳，不要把个人恩怨放进工作里面，是作为医生的最基本职业素养。我说了，我不同意。现在只有阿离能救你爸，崔芳芳，你别执迷不悟。你现在耽误1分钟，你爸的几率就少1分。阿彻说的没错，芳芳，你爸的命重要。谢离，我替他给你道歉，妈，求求你不要跟芳芳计较，只要能救救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妈给你跪下了。妈，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尽力的。这种手术你在国外有做过吗？成功率高吗？没有，我只给动物做过实验，还有尸体心脏模型实验。你说什么？
没做过，但我一定保证手术的成功率，我一定把人救下。妈，我了解阿离，他一定可以的。这，芳芳，你要不要就去给我做术前准备？我要上手术台。芳芳，你现在的状态根本不适合手术。崔主任，谢教授的经验比你丰富，情绪状态也比你要稳定。现在最好的办法，别给我废话，跟我走。这。怎么办？芳芳真的能行吗？她说手术成功率只有30%。妈，您放心吧，芳芳临床经验很丰富的，她一定可以处理好的。我知道，你总是很讨厌我撮合你和芳芳在一起，但我也是没办法。妈，这个时候就不要提这件事了。不行，我得说，我生不出孩子，就芳芳这么一个侄女。我之所以想把她托付给你，就害怕有那么一天，我和弟弟都不在了，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妈，你放心，我和阿离一定会把芳芳当亲人一样照顾的。阿离，你答应我，如果芳芳她爸今天出了什么事，你就……谢离，你站住！你去哪里，谢离？谢离，你站住！你去哪里，谢离？你看看他，我话还没有说完呢，他甩手就走，你也不管管他，阿彻。妈，阿离这么着急，一定有事，我们不打扰他。他能有什么事？你舅舅还在手术室里，生死不明，芳芳还在手术台上冒险，他不管也就算了，还甩脸色给我看。芳芳，怎么样？你把手术成功了吗？结果怎么样？你说话呀，芳芳！姑姑，都怪我，不是我执意要上手术台，是我害死了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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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情况不理想吗？手术失败了。什么？你是说你爸他？崔主任，还有救，还有救！谢教授及时介绍，病人生命体征恢复了，现在手术还能继续。真的？谢离他真的可以？一定会没问题的。谢教授已经修复了半叶撕裂的部分，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真的修复成功了？是的，谢教授的手法非常干净利落，非常迅速，只要患者术后不感染，就绝对不会有问题。这可是咱们国内第1例成功案例，真不愧是谢教授。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太好了，太好了！芳芳，你爸有救了！我爸，他真的被谢离救活了？是啊，多亏了谢离，他是你爸的救命恩人。谢离，阿离，阿彻，阿离，安静点儿。妈，嘘，别吵他睡觉。阿彻，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我刚刚是不是在手术室外面晕倒了？你从国外回来就没有休息过，身体都透支了。嫂子，对不起。都过去了，你爸怎么样？情况已经好很多了，嫂子。
幸亏有你在，我爸才捡回一条命。下次不要这么倔了。谢离呀，之前是妈错了，妈糊涂，不该对你说那种话。你是个好孩子，我之前还纵容芳芳那么胡闹，给你添堵，你还肯在关键时刻冲进手术里救人。我知道错了，嫂子，以后你就是我认定的唯一的嫂子。要是车哥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同意。